大家好，我是小猪。一路繁花里，我最不喜欢的是向太。虽然我知道被骂最多的是李小冉，但仔细观察，你就会发现，向太才是最阴的那个。李小冉这次招骂，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向太。你先别急，听我仔细分析。看过《甄嬛传》，你就会知道，李小冉这种人在宫斗剧里是段位最浅的，喜怒哀乐都在脸上，不会说软话，脑子又简单，还是个大炮筒。向太才是真正的玩家，堪比宜修皇后，看似慈眉善目，姿态又低，身段又软，说话虽然是烟嗓，但还烟中带娇，也是一桩奇事儿。但是老江湖向太其实城府极深，李小冉分分钟掉到他坑里。扮猪吃老虎的向太一边悄咪咪做好人，一边拿李小冉当枪使，是这部综艺最大的看点。节目的一开始，向太对着镜头笑眯眯，希望大家看到我的善良可爱。善良的向太明知道自己坐轮椅，还收拾了6个箱子。团队里8个人，壮劳力只有2个，向太还要站一个人推轮椅，等于说6件行李全是别人的负担。正常人做任何事情都会首先考虑尽量少给别人添麻烦，但向太似乎从来不管别人的感受，一切利己为先，可见他是个没有团队精神，时刻只考虑自己，非常自私的人。因为行李超重导致大家都很焦虑，他缩在后面一声不吭。交涉行李的时候，作为行李最多的向太只问了一句现钞多少6900，还开了句玩笑说让爱奇艺给你们打个广告就算了。毕竟他行李最多，不表态似乎又说不过去，好歹算说了一句。得知超重费要6900块的时候，他立刻闭嘴，一脸凝重。这时候他内心应该在打小算盘，盘算是否会影响到自己。毕竟如果团队需要削减行李，自己是首当其冲的那个人。这里还有个细节，因为经费超支，大家都在想怎么省钱。刘晓庆说要吃糠咽菜，蔡明说他可以不吃饭。李小冉宽慰大家说，没有不吃饭那么严重，就是不能喝咖啡了。这时候向太坐在轮椅上，依旧一声不吭。大家都在为行李超重想办法，他旁观这一切，在那玩自闭。有一点我很清楚，心机重的人一般在最不利自己的时候都很会沉默。你可能会说，不就是不说话吗？这多大点事儿啊 ？No No No，能憋住不说话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，大部分人都没这本事。非常好笑的是，在后采环节，向太说自己因为行李超重非常内疚，可我根本看不出来他的内疚。后来在车上，大家又在为行李担忧，怕从昆明飞到丽江还得支付超重费。张强就说可以找朋友拉过去，行李问题又一次解决了。这时候向太忽然开口问住什么酒店，看到了吧？心机人就这点厉害，闭口开口都是算过时间的。对自己不利的时候，可以做到一句话都不说，而一旦开口，肯定是要捞仇的，绝对没废话，句句都有目的。他问酒店，是因为他很关心住宿问题，一开始他就说要住得好一点。但是这次他知道，相对于他往日的习惯，这次相当于穷游。穷游的话，他比较担心住得不好，毕竟现在连住哪儿都不知道。在商量住宿问题的时候，大家为了省钱都做出了让步。刘晓庆和李小冉表示可以跟别人合住。这个时候，向太又不说话了。向太就默默地看着你们说：“你们怎么讨论，那随你们。我现在保持沉默。你总不能到时候让我和别人合住。我可没说我想和别人住。你也不能说我自私不愿意和别人住。我可什么都没说。看到了吧？向太的段位和心机都在细节里。”下了飞机，大家取行李忙得一塌糊涂。倪萍腿脚不好，还帮着推行李。看看向太在做什么，坐轮椅上玩手机。快上车了，和小孙女视频，一车人都在等他。他不紧不慢，这心态，这定力，指定是干大事儿的。向太私欲很强，根本不在乎团队往后的钱够不够花，也不在意团队里的任何一个人，他只在乎通过节目达到他的目的。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卖货。这次他不仅挣出场费，还带着私货，
就是帮他打广告。他6个行李箱里2个都是吃的，美其名曰是给姐姐们吃的，其实是在给自己做广告。所以发现行李箱可能丢了的时候，他立马就掉脸了。整个事情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李小冉怼刘晓庆上面，实则这个局面都是向太在暗中操控。得知行李送错地方的时候，只有2个男孩和向太在大厅。男孩们和司机沟通，准备自己带车过去接行李。明明年轻人已经想到对策了，向太开始搅屎棍子上身。他先把矛头指向了张强，他说那不是张强的朋友吗？然后马上在群里给张强发消息，说现在箱子找不着了，你要不要下来看一下？问题是箱子并没有丢，只是送错了地方，现在已经开始在解决了。向太这句话无疑是让整个事件升级了。张强下楼的同时，倪萍也出现在大厅里，向太又把这事儿说了一遍。10几箱行李都不见了，我下面也不要录了。身经百战的倪萍没有接话，但是这话把2个男孩搞得够紧张的，因为他们是负责接洽行李的。看到没人搭理自己，向太的脸色非常难看。我估计现在他内心的怒火值已经爆表了，但他接下来的操作就更迷了。看到张强下来以后，向太直接喊张强，行李不见了。张强很淡定说不会的，然后和2个男孩问情况。结果向太盯着张强，直接用手指着那俩男孩说，你问他们。这一幕真的好恐怖，向太就像掌管一切的神一样，非常不可一世。你现在知道向太沉默的好处了吧？如果不出事儿，当然是你好我好。出了事儿，他不仅没有责任，责备起其他人来，他也理直气壮。张强明明是好心，结果还落了向太的埋怨。然后更诡异的一幕来了，向太说，他们说肚子饿要吃我的东西。没头没脑的忽然冒了这一句出来，猛一听这哪儿啊？小猪早就说了，向太说的每句话都有目的。你分析这句话，原来他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。他想表达的是，刚刚我着急上火不是因为我在乎行李，而是这俩孩子要吃我的东西。你看这悄咪咪的又把自己摘了个一干二净。男孩们去找行李之后，搅屎棍子又把战火转向了李小冉和刘晓庆。我们来看李小冉的情绪是如何被向太推向高潮，然后成功矛盾转移的。向太先开始卖弄他的善心，他说，哎呦，不知道2个小鬼是怎么把13个箱子搬进来的。划重点，这时候向太又提到了内疚2个字。乍一听，向太也太善良了吧。节目录制到这里，好像还没有人这么说过，只有菩萨心肠的向太共情了这2个小的。可仔细一想，让2个小年轻受累的明明是向太，还要拉上所有的人跟他一起检讨。但是在场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，都掉进了这个陷阱里。当然，傻子李小冉掉得更深，向太的阴谋已经开始起效果了。男孩们带着行李回城的时候，在群里和大家讨论第2天的行程。刘晓庆想确认具体时间，这时候李小冉明显情绪已经起来了，因为之前向太叫刘晓庆下来的时候，他说要洗澡下不来。向太明明看到李小冉情绪不对了，等刘晓庆下来，他又开始提搬行李的话题。刘晓庆苦出身，大咧咧的一个人，说小的们能有这机会参加节目，吃点苦对他们来说不算坏事儿。这时候李小冉已经彻底激怒了，才引发了他声讨刘晓庆的这一幕。一路上都很沉默的向太，为什么这个晚上突然这么多话？很明显，他发现现在的局面对他非常不利，自己的行李最多，拖累了整个团队。现在行李又不见了，张强和2个男孩一头包，他不想成为那个团队里的众矢之的，问题的源头。这时候刚好发现李小冉和刘晓庆不对付，而且俩人一番交头接耳下来，他更明确了自己的判断，所以他立刻决定矛盾乾坤大转移。他看似好心的帮李小冉把刘晓庆喊下来，然后已经被点燃战火的李小冉和刘晓庆正面一刚，他的矛盾成功转移，顺利全身而退，隔岸观火。更要命的是，所有人都觉得向太心地善良，李小冉没教养。向太的这招借刀杀人真是好本事。傻乎乎的李小冉在节目发布会上还称和向太一起住了10几天，关系很好。结果节目才刚开播，向太就把李小冉给卖了。刘晓庆迟到2小时，被李小冉骂了10分钟，这一段在节目里根本没有被剪进去，全部都是从向太这里透出去的。
让本来已经深陷舆论的李小冉再次雪上加霜。李小冉根本玩不过向太，他俩完全就不在一个段位上。繁花6个婆娘，倪萍和蔡明是惺惺相惜的好姐妹。李小冉喜欢张强，但是张强独来独往，不喜欢扎堆儿。他和刘晓庆又不对付，只能和向太走得近一点。向太看起来随和，实则是1000年的老狐狸。李小冉完全被他拿捏，而且他对李小冉也仅仅是节目里做表面功夫，下了节目该背刺背刺，该捅刀子一点都不手软。再说了，繁花主打一个姐妹情深、温馨旅行，但向太上节目可不是为了交朋友，而是借着节目带货。他在节目里提到的牛肉干、红豆沙都是他们家的自家产品，目前已经上架了一路繁花同款。可惜了其他嘉宾借着这波流量都沦为了向太直播间里带货的噱头。66岁的向太20岁出头就混江湖，做过模特、巨星经纪人、投资人，和大佬向华强过了大半辈子，风平浪静到了今天，没2把刷子早都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今儿加入了繁花姐妹团，竟然也被归类为慈眉善目的老太太，你是想笑死我吗？我是小猪，谢谢观看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